欢迎收看老挝新闻，今天是2025年11月21日星期五，佛历1月上初一，万象晴，17到28摄氏度。今天的主要内容有最新外汇报价、股市收盘行情、黄金市场报价、万象燃油价格以及老挝时事要闻。首先来关注外汇。根据老挝外贸银行最新公布的今日外汇价格，美元的银行买入价为21545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3基普，涨幅 0.01%。泰铢的银行买入价为664.69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 1.13基普，涨幅 0.17%。人民币的银行买入价为3017基普，较上一个交易日上涨1基普，涨幅 0.03%。再来关注股市行情。根据老挝证券交易所最新收盘报告显示，昨日老交所综合指数收于 1237.39 点，较上一个交易日下跌 21.72 点，跌幅 1.73%。开盘 1231.24 点，最高 1240.35 点，最低 1206.2 点。成交量286万1000股，成交金额9亿8096万7500基普。成交量最高的股票是中老证券，收盘价100基普，交易量261万0700股，其次是外贸银行和萨万尼。成交额最高的股票是联合发展银行，收盘价7950基普，交易额3亿5460万基普，其次是中老证券和外贸银行。接着关注黄金价格。根据老挝 PV 黄金最新公布的价格，重量为1铢的黄金金条，每根售价是4397万基普，较上一次报价上涨10万基普，涨幅 0.23%。然后关注今天的万象油价。今天万象10个加油站执行11月19日老挝工贸部公布的燃油价格，柴油每升19830基普，普通汽油每升23710基普，95号汽油每升28830基普。接下来一起关注时事要闻。一、老挝隆重举行建国50周年纪念勋章颁授仪式。11月20日，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办公厅隆重举行仪式，向党和国家前任及现任高级领导人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建国50周年纪念勋章。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维莱冯布达坎宣读了国家主席法令。获得勋章的包括现任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前任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朱玛丽赛亚松和本扬沃拉吉，多位现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成员等，以及16位前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8位其他级别的领导人。2. 日本爱子公主访问老挝琅勃拉邦。11月20日，正在老挝进行正式访问的日本爱子公主殿下抵达琅勃拉邦，公主一行受到了当地领导的热情接待。爱子公主一行参观了琅勃拉邦著名的历史、文化和自然景点，包括香通寺、琅勃拉邦国家博物馆、老挝儿童之友医院、光溪瀑布。爱子公主对琅勃拉邦的自然、文化和历史景观留下了深刻而美好的印象。3. 沙湾拿吉省向受水利项目影响的村民颁发土地证。11月19日，沙湾拿吉乌通彭县纳坎村举行仪式，向受塔豪溪谷水库灌溉和农田水利项目影响的村民颁发补偿土地证。沙湾拿吉省副省长通塞塞亚冯康迪出席并主持了颁发。此次共向纳坎村38户受影响家庭颁发了46块土地，总面积超过92公顷。项目承包方表示，水库建成后将使9个村庄受益，可灌溉1700公顷雨季水稻和700公顷旱季水稻，对当地抗旱具有重要意义。4. 越南驻巴瑟总领事访问色贡省。11月19日，越南驻巴瑟总领事谢芳荣女士率团访问色贡省。总领事对色贡省长期以来为越南企业在当地投资和经营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谢，认为这有助于两国的经济社会发展。他祝愿老越特殊关系和全面合作不断巩固。色贡省委书记本来不提对越方的到访和重视表示感谢，强调了老越友好合作的深厚传统。他表示，老挝人民对越南的支持和帮助深表感激，并期待两国未来继续携手，共同维护伟大的友谊和全面合作关系。
使其坚不可摧。5. 色奔县对吸毒青年男女开展教育活动。11月19日，沙湾拿吉省色奔县公安局组织了一期针对吸毒群体的教育培训班，县委书记冯坎哈克布塔冯、县公安局负责人旺沙晚胜马尼冯等出席。此次培训对象包括19名吸毒目标人员，培训旨在让吸毒人员深刻认识毒品的严重危害，并鼓励他们改过自新。培训结束后，当局现场销毁了近期收缴的毒品，包括48公斤卡痛液、623瓶止咳药水、42升卡痛水以及15个电子烟。6. 老挝向泰国移交3名毒品案通缉犯。11月20日，老挝国家预防和打击毒品委员会与泰国郎开府府尹及两国警方举行仪式，向泰方移交了3名潜逃至老挝后被捕的泰国毒品案通缉犯。此次移交是2024年12月25日在万象举行的第20次泰老部长级双边禁毒合作会议的成果。老挝方面表示，自会议以来，老挝已追踪并逮捕了多名潜逃至老挝的毒品案通缉犯，加上此次移交的3人，总数已达到20人。此次合作展现了两国在打击跨国毒品犯罪方面的坚定决心。7. 马霍索医院联合中老基金会免费开展唇腭裂修复手术。11月20日，马霍索医院与老中澜沧湄公河发展基金会、中国微笑行动基金会在万象联合启动了为期4天的免费唇腭裂修复手术活动，老挝国家主席夫人纳利西苏里女士等出席。此次活动旨在帮助偏远贫困地区因医疗资源不足而错失治疗机会的儿童，共有69名患儿前来登记接受手术。老中澜沧湄公河发展基金会主席蒲坎冯维吉女士特别感谢来自中国的团队，他们在过去20多年里帮助了近5万名儿童，并指出此次活动是老中两国医疗合作的重要成果。8. 占巴塞省举办健身健美操活动。占巴塞省妇女联合会于11月20日启动了健身健美操活动，旨在促进公众健康，并营造迎接多项重大节日的浓厚氛围。省妇联主席普派通潘马冯萨女士呼吁巴塞市的各级政府、企业和民众积极参与从11月至12月间每个周4举行的系列健美操活动，以扩大活动影响并宣传锻炼的重要性。活动于11月20日傍晚在占巴塞省人民团结公园正式启动。以上就是今天的老挝新闻，欢迎点赞、评论和订阅，我们明天见。